这一段时间呢，又进入了武侠电视连续剧翻拍的一个新浪潮。这不是前不久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又出来了。这版《天龙八部》呢，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挺别扭，为什么呢？里头找了那个在年轻人里人气非常高的那个钟汉良，由他来演这个乔峰。很多人说钟汉良书生相，怎么能演大侠呢？还找了韩国一个影星叫金基范来演这个段誉。有人说这个也看着别扭，所以这个剧呢，大家吐槽吐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据说这个于正又拍《神雕侠侣》了，然后先在网上呢把小龙女这个扮演者陈妍希这剧照给晒出来，很多人一看不满意，说小龙女应该是清瘦感觉的，超凡脱俗的，怎么这小龙女这脸胖成这样呢？说这是哪吒还白娘子，不像小龙女。所以大伙现在也议论纷纷。对于这个《神雕侠侣》的议论呢，大家可能都习以为常。为什么呢？因为金庸小说里边啊，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最多的就是《神雕侠侣》，到现在为止总共有8个版本。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8个版本到底哪个最符合我们心目当中的杨过小龙女形象，最符合金庸老先生心里边的主人公形象。自《神雕侠侣》搬上荧屏以来，至今已有8个版本。1983年刘德华、陈玉莲版本，1995年古天乐、李若彤版本，黄晓明、刘亦菲版。那么究竟哪一版本最符合原著，最受金庸先生的肯定呢？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重版神雕谁最符合原著。那么咱先说这8个版本是什么呢？最早是《神雕侠侣》59年开始写，60年写完，刚写完1961年香港就把谢贤当男主人公演杨过，演了一部连续的4集的电影。后来到1976年呢，又拍了一个电视剧版的《神雕侠侣》。这个电视剧版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着过，当时也悄无声息，也小制作。而谢贤那版的电影那个到现在咱资料都找不着了。所以你要说影响力，这俩版可能影响力是最低的，咱基本上都没见过。然后后边呢，陆陆续续出台了一堆这个有关《神雕侠侣》的电视剧，其中呢，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呢，后边这6部都还可以。其中有这个范文芳主演的新加坡版本的《神雕侠侣》，有这个孟非、潘迎紫主演的台湾版本的《神雕侠侣》，也有任贤齐、吴倩莲版本的，也是台湾《神雕侠侣》。但是这3个呢，都有点毛病。什么有毛病？范文芳版的这个新加坡的《神雕侠侣》被公认为服装最漂亮的，服装特别特别好看。但是范文芳演这个《神雕侠侣》演小龙女有点问题呢。小龙女在书里头啊，是一个7情6欲不明显的人，就无论是悲痛喜悦表现的都比较淡定。可是范文芳版的小龙女呢，不是，天天哭，有点事就抹眼泪，这不太符合。所以这个版当时很多人觉得没有忠实原著。你等那个孟非和潘迎紫这版，有人被戏称母子版，因为孟非当时20出头，潘迎紫30多了，那个扮相上俩人怎么看都像娘俩，不像是夫妻两个。所以当时那一版出来影响也不大。倒是那个版有个歌挺好听，《神雕侠侣》主题曲，跃马江湖道，恩义比天高，我现在还能续着。这歌倒是流行开了。后来这个任贤齐和吴倩莲这个版本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就主角大家看着不舒服。小龙女是穿白衣服的，可是里头呢，吴倩莲演这小龙女呢，不是这黑衣服就蓝衣服，可能是啥，怕穿白衣服显得吴倩莲更黑，因为吴倩莲长得黑。而这里头任贤齐的杨过是大家吐槽吐的比较多的。为什么？这杨过怎么说他也是俊逸潇洒，任贤齐演小杨过的时候显得那么滑稽，跟个丑角似的，到演成年杨过又显得太呆，所以他极大的毁坏了杨过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所以这几个版本都没过关，基本上都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更多人不认可，因为你这东西不行。那能够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呢，是后3部《神雕侠侣》，就是刘德华和陈玉莲这一版的，这个古天乐和李若彤这版的，还有最后就是黄晓明和刘亦菲这版。这个3个版本的《神雕侠侣》影响最大。那么说这3个版本哪个更符合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心目中的《神雕侠侣》呢？
这个首先咱们得说说《神雕侠侣》这部书写的是什么。好，欢迎您回到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在写《神雕侠侣》之前，金庸已经出了3本书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最火的是什么呢？《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开创了武侠世界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模式，而且里头人物众多，还和历史相关，那火的都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金庸呢和他的朋友沈葆新2个人合作，办了一张报纸《明报》。办《明报》一开始他担心，说这报纸没人看没人买怎么办？他不得打开市场销路吗？射雕不火吗？金庸就想，我正好有这强项，我续写《射雕英雄传》，给射雕写续集，这我在报纸上连载，那原来射雕那些读者不乌泱乌泱来买我报纸来。哎，所以他一想这个主意，开始动笔写《神雕侠侣》，名义是给《射雕英雄传》写续集。可是呢，说是续集，它的结构框架主题跟射雕已经有很大区别了。射雕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8个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虽然有郭靖黄蓉的爱情故事，但更主要的是呢，这些人最后抵抗外来侵略者，抵抗金和蒙古，是以这个为主题的。不错，我们现在一定要诱敌深入，最好引成吉思汗从北边攻来，而我们就集中兵力，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仗。啊，你说的很对，我们就在北面跟他们决一死战。靖哥哥，万一我们打输了，你一定要跟我走。蓉儿，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仗还没打就先想到自己的安危，这样做法哪称得上大宋的子民呢？到《神雕侠侣》里，这个我们要鞠躬尽瘁，就算郭靖黄蓉襄阳延续到杨过小龙女之上，变成了以爱情为主题了。杨过才不管你什么蒙古不蒙古、汉族不汉族的。你看那个时候，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是忽必烈曾经找他通过金轮法王吗？说你得害郭靖，他甚至带这个目的，为了救自己心爱的小龙女，能够解他这个当时毒针这个危害，包括毒花那个危害，我干脆我杀郭靖就得了。就是他那个是非观念远没有郭靖那么强烈。所以说《神雕侠侣》呢是为连载而写的，它的核心是写情。所以后来金庸自己都承认，《神雕侠侣》是我的情书，就他不是写爱国主义的，也不是写江湖道义的，他写的是一个情字。所以后来呢，金庸在修订他这作品的时候，2003年金庸做了很大的修订，改这些书，弥补过去的不足。他在修改《神雕侠侣》的时候，重点就在一个情字上。当时修改的时候就从2个角度，第一个是改错，说《神雕侠侣》还有错吗？有错，我就发现个错误。在2001年的时候，在杭州，当时金庸先生呢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在杭州住那阵儿，正好我当时在杭州工作，就有个机会呢，跟这个浙江报界的朋友在楼外楼跟金庸先生吃饭。我就说，我可是你的书迷，你的书每部我都看过4、5遍以上，我但是里头有错误。那是金先生年岁就已经挺大了，坐那儿。金先生说话是这个特点，他浙江海宁人，普通话不是很好啊。我觉得《神雕侠侣》这部书时间很长，大家看了就是杨过是个好人，不是个崴子。他说话是这个腔调，而且金庸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呀，你细看。我说你这书哪有毛病呢？你比方说这个《神雕侠侣》，写到这个小龙女中了冰魄银针，在古墓里边呢，李莫愁冰魄银针嘛，杨过就想办法把这毒从他体内逼出来，可是怎么弄也弄不出来。杨过就说着急的时候，就是跟小龙女2人聊天，就聊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欧阳锋是杨过的义父。哎，这时候杨过突然就觉得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他细想他又想不起来，他想的是什么呢？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教过杨过，如果杨过把逆练九阴真经交给小龙女，不就能把毒逼出来了吗？他想的是这个，但是没抓着，就想好像有点什么事儿。这时候怎么描写呢？杨过急的是双手抓头。我说这儿就写错了，那怎么错了呢？在这之前了，杨过为了调解武氏兄弟武顿荣、武修文都爱上郭芙了，就郭靖的大女儿挺蛮横的，这哥俩要决斗，你这哪行？亲兄弟打起来，杨过为了化解他们这种冤仇，当着2、5兄弟面前说：“你们谁也别争了，那我郭伯伯现在成我岳父了，
把郭芙嫁给我了，其实就是让他俩死这条心。可没想到这事儿呢，弄得二五兄弟不理郭芙，郭芙来气了，找杨过来了。找杨过来是就说你凭什么造谣？一生气，把君子剑给拔出来，歘一剑把杨过一个膀子砍掉了，所以杨过成了独臂了。就这时候杨过已经没有一个胳膊，没一个胳膊怎么双手抓头？那假肢哪儿来的？当然咱这不是说金庸先生怎么着，百密一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来金庸就是2003年修订的时候，我买了他那版本一看，他把这地方改过来了。所以金先生是从善如流，这是。还有第二个他修订目的是呢，往里加一些感情方面的东西。怎么个加法呢？你看杨过和小龙女在古墓里练玉女心经，他就加了一段，说杨过当时啊少男这感情萌动，就想上去吻小龙女。最早我看的版《神雕侠侣》可没有这个，没有这么大胆的描写。他通过这个呢，把杨过对小龙女的感情铺垫的更加自然。再一个地方，郭襄暗恋杨过，而且郭襄一辈子没嫁人，后来出家了，开创峨眉派嘛。所以说《神雕侠侣》无论是开始创作还是金庸修订过程当中，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情字。我要说一个细节，你要细琢磨琢磨，你都能掉眼泪。大伙儿记不记得郭襄出家开创峨眉派，灭绝师太等于是郭襄郭祖师的徒孙，峨眉的掌门。那么灭绝师太的师傅郭襄的徒弟是谁呢？《倚天屠龙记》里交代了，这位师太名字叫风铃师太。那么他为什么给徒弟起名叫风铃师太呢？《神雕侠侣》的第4部里边写了，郭芙带着妹妹郭襄，弟弟郭破陇要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来到黄河渡口，这就叫风铃渡口。在这个渡口天降大雪，过不去了，三个人住在旅店里头。旅店里头一堆江湖人士在这聊天，聊江湖这些事儿。那个神雕大侠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小姑娘，老夫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见到他？我听人说神雕大侠呀，有只大雕跟着他，好像说他左手断了。请问神雕大侠武功这么好，怎么会断了左手呢？这方面我就不大清楚了。那王大叔，后来你有没有再见到神雕大侠？我曾经听说有个断了左手的人和一只大雕经常痴痴呆呆看着大海，我马上感信，果然是神雕大侠。神雕大侠在海边等人呢。一讲这故事，把小郭襄听得悠然神往。其中西山玉窟鬼里有位大头鬼要启程了，找那哥几个去了，说小姑娘想不想跟我去？其实就随便说一句话，郭襄当时就对杨过神雕侠神往无比，当时站起我跟你去，真就跟大头鬼去见杨过去了。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就跟我来。好，我去。这个长胡子鬼一定不是好人，我不准你去。但是长须鬼速速回来报道。怎么样，小姑娘，我可要走了，你跟不跟我去啊？长须伯伯，我跟你去。是儿。所以郭襄一缕情丝系到杨过身上，从哪开始？从风铃渡口这开始。这后来给自己徒弟起名风铃师太，这是什么呀？一个人对自己梦中情人的刻骨相思。所以你要想到这儿啊，你就很为郭襄能掉下眼泪来。所以说《神雕侠侣》呢是金庸的一部情书。那么说改成电视剧，你要抓不住这情字儿，不能够把杨过和小龙女这个风范气质给拍出来，你就失败了。你按这个比照的话呢，咱们这3部剧，你先看这个黄晓明和刘亦菲这个《神雕侠侣》张纪中这版的特别有意思。张纪中说我最重视原著。有人说你这什么玩意儿？俩人在空中经常飞起来，还玩芭蕾舞动作，还这个互相对视，慢镜头还是慢慢悠悠的。说这那武功哪有这玩意儿？张纪中说我重视原著，原著就写他俩缠缠绵绵到永远啊，这不挺好吗？那么金庸先生怎么说呢？金庸说不对，张纪中拍这不符合原著。为什么呢？原著里头啊，这个小龙女心思比较淡，但后来情绪挺激烈。而这刘亦菲呢，刘亦菲当然漂亮，可是这女孩一漂亮就好端着，就怕我万一哭万一笑不漂亮了呢。所以刘亦菲在里边没有演出小龙女的情绪变化，显得有点板，什么时候都端着那范儿，我大美女大美女这感觉。
说这个就有点不对了。再一个，黄晓明版的杨过有点油滑，在古墓里边呢跟小龙女开玩笑，其实原著里头杨过在骨子里是非常尊重小龙女的。他当初在终南山被全真教的道士给逼到那程度，是小龙女救了他。他一开始把小龙女当天神似的，哪能有那些调笑的话呢？所以这个版本呢，金庸认为呢不符合他原著精神。当然，如果你要搞民意调查，说哪部最符合原著精神，咱现在80后、90后朋友多，很多80后都得投票。90年代那个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为啥？很多80后就是看这电视剧长大的，所以对那个印象深的不得了。也确实那个里头呢，应该说很符合这个小说里边那些形象。杨过，你看古天乐那个气质，那长相非常符合我们对杨过的认知，尤其是他历经沧桑16年后再见小龙女，背着剑独臂，头发已经有白了，脸上有点胡子，而且那眼神特别忧郁，我们一看真是活脱脱一个杨过。而李若彤气质上超凡脱俗，最主要的是当时这部剧里头有些歌，大伙还记不记得？去处是我不记得离开，这歌叫《归去来》，是胡兵和希列娜依唱的。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这个歌在当时特别流行，所以借助这电视剧也借助这歌，这部95版的《神雕侠侣》所做出的。有的人挑毛病，这个也不太符合，说怎么的？原著里写了小龙女虽然比杨过大，但看起来比杨过要小，这里边俩人差不多。哎呀，你哪儿那些毛病挑去？所以这一部呢，就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有人问过金庸先生，金庸先生也觉得不太满意。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你想让原作者满意是很困难的。但是有没有让金庸满意呢？有。金庸对于83、84版的《神雕侠侣》最满意，哪个版本呢？刘德华、陈玉莲那个版本其实啊，就是接着《射雕英雄传》拍的。就当时拍完这个黄日华、翁美玲这版《射雕》，紧跟着就拍《神雕》。拍《神雕》它有个省事的地方，里头的配角从《射雕》里直接就过来，比方说演黄老邪的还是曾江，演周伯通那个，演洪七公的，演欧阳锋那个，都是那里边原来演的。你想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一样了，能不像吗？不同的就是郭靖呢，由于是中典版了，郭靖黄蓉，所以当时是欧阳佩珊演的黄蓉，这个梁家仁演的郭靖。那个时候选角，刘德华刚刚是从这个无线的艺人培训班起来，那时候刘德华天天找活干，怕人家不要他。刘德华会捋发，天天兜里揣着剪子，见谁都是我给你捋发，求个好人缘。还有人看的是你这小伙子这鼻子什么的，看挺有气质，就把他弄来演杨过。而且他跟杨过那种狂放不羁的劲儿呢，你别说刘德华演技那时候就看出来挺有潜质，他真合。更多人对这版的认可，尤其是金庸对这版认可，主要认可小龙女。就里边扮演小龙女这个陈玉莲了，冰清玉洁，超凡脱俗。要真讲和小龙女气质吻合，这比李若彤的气质还吻合。所以当时这个版本呢，金庸先生是认可。当然我今天说了这8个版本，尤其后3个版本，到底哪个跟原著最符合，这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儿。每个人可能心里边都有一个版本是最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原著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神雕侠侣》又重拍了，陈妍希演小龙女。可以肯定的是，就从现在吐槽来看，这个剧出来有可能是个雷剧，很多人又该骂这个骂那个。可是这恰恰是很多导演愿意前赴后继，愿意挨骂我也得拍的原因。为啥？本来剧本我还得炒一炒呢，要拍，这不用炒了。大家对杨过小龙女认知度那么高，我不管让谁演，大伙都得说像不像，这个话题先天就形成了。所以你琢磨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翻拍武侠剧，那么多人挨骂还要拍，因为骂完了他真挣钱。我们这个系列呢叫金庸看历史。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系列呢？很多熟悉金庸小说的朋友都知道，金庸的书大多数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比方说在某一个朝代里边，然后这个主人公呢有时候是虚构的，可是有时候围绕主人公发生这些事儿呢和身边的人呢，历史还真有。你要说他是写的是真的吧，它里头野史传说什么都有。你要说它是假的吧，
你要拿这些事件跟真实的正史一比较，还严丝合缝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沿着这个脉络，接着给大家说什么呢？金庸小说里边和历史扣的最紧的、历史人物最多的一本书，什么呢？《倚天屠龙记》。因为《倚天屠龙记》呢，它反映的是元末明初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里边包括像陈友谅啊、朱元璋啊这样绝对真实的人物在里边出现。可能有的人觉得说也不多呀，这陈友谅、朱元璋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你像张三丰，包括我们这里提的明教那些什么吴散人、说不得呀、彭英玉，这些全是历史上的真人。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倚天屠龙记》里头它虚构的这块和真实历史之间是怎么给合在一块的。咱们看看金庸他有什么样的妙道豪颠的思路。刁蛮任性的赵敏竟然是金庸的真实情人，优柔寡断的无忌其实是死在朱元璋的手里。长寿神仙张三丰又留下哪些离奇传说？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金庸看历史之倚天屠龙奇人多。咱首先说呢，一般小说里头的主人公啊，往往是没历史原型的。你比方说郭靖，那杨过，你找遍那个两宋历史，你找不着郭靖、杨过，他原型是谁？但是《倚天屠龙记》作为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它不一样，就是主人公张无忌是有原型的。我们先看呢，张无忌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说里写的经历，好像没有比他更传奇的了。就一般主人公都经历了很多传奇经历，最后成为大高手。张无忌的经历比谁都传奇。你看，从这个一出生，他在哪儿出生的呢？在北极出生的，就冰火岛上。是因为他父亲武当武侠张翠山和他母亲白背鹰王殷天正的女儿殷素素，两个人阴差阳错各种奇缘，跟着金毛狮王谢逊呢，顺着这个冰啊漂流到这个北极。就是正赶上北半球刮风，顺着这个飘到北极去了，在冰火岛就站下来。张无忌是在那儿出生，出生之后呢，认了这个金毛狮王谢逊当干爹，然后好不容易呢，又沿着这个风向啊，那古代的航海知识不用说，这都虚构的，回到中土。刚到中土呢，就碰上几大门派啊，包括这个天鹰教啊，都在找我们的武侠哪儿去了，我们的女儿殷素素哪儿去了，回来就赶上这事儿。就各大门派也想找着他们，逼问金毛狮王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结果把这个张翠山和殷素素给逼死了。而这时候张无忌又倒霉中了这个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中了寒毒了。他太师傅张三丰带着他这治病那治病，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来都活不下来了，却意外的得到了几大神功。你像九阳真经神功，乾坤大挪移这个。后来又从张三丰得太极拳，从那个波斯明教那得了圣火令上奇妙武功，把四大武功揉到一身，成了当时武学第一人，谁弄不过他？然后成了明教教主，独抗六大派高手，在光明顶上获得了明教这些认可，成了明教教主。到后来呢，他又被朱元璋算计，朱元璋呢利用张无忌弱点，优柔寡断的婆婆妈妈不够心狠手辣呀，用人情把张无忌逼走。张无忌呢把这明教呢传给杨逍。我知道我的个性是没办法成大事立大业的。杨左使雄才大略，由他任教主，明教在他的领导之下一定会有所作为。请外公转告我的意思。自己跟赵敏俩人过好日子去了，两口子走了。后来朱元璋呢就得了这明朝天下了。怎么解释呢？明教帮他打了天下，所以朱元璋国号为大明。这是对不对呢？这是金庸胡说八道。大明这名字绝不是这么得来的。那么说张无忌一生的神奇经历已经远远超出逆袭这俩字了，基本属于开挂范围内的。那说这样的人历史上能有原型吗？有。谁是他原型呢？元末明初的时候，有一个造反的人还暂时当了皇帝，叫小明王韩灵儿，他是张无忌原型。这很多人不熟悉这韩灵儿，我给大伙介绍介绍怎么回事。这个韩灵儿呢，他爸爸叫韩山童，韩山童起家靠什么呢？不是明教，他叫白莲教。就这么的结果，他以白莲教名义挑头反对元朝，结果呢，最后韩山童死了，战争当中死了，白莲教就要散架了。但是他这些元老不干，说我们这散架太可惜，咱还有战斗力，怎么办呢？
说咱们这教主韩山童有个儿子，爹一死他成孤儿了，咱找他。结果犄角旮旯的翻，在大山里边把这个韩灵儿给找出来了，就这么把韩灵儿立起来当了教主了。当了教主还不算完，说咱们呢不反大元吗？元之前是咱们汉人天下，大宋啊，咱就你当皇帝，国号还叫大宋，年号叫龙凤。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段历史上还有个皇帝，就是韩灵儿，大宋皇帝。说这时候国内呢有几家这个起义的，这会儿朱元璋已经做大了，一天一天势力大起来。说咱跟朱元璋联系一下吧。朱元璋一琢磨呢，我这起义名不正言不顺呢，说我要是能跟韩灵儿拉起手来，我奉他为君主，借他这号大宋啊，我替天行道，师出有名，就解决了我跟蒙古人叫板的合法性问题。将来请将正是朱元璋拜见小明王。所以这是各取所需，俩人一拍即合。朱元璋呢奉他为君，就这么的跟朱元璋合到一块儿。可是朱元璋跟他合到一块儿啊，也就不长时间，这韩灵儿就死。水，将军进水了，船舱进水了！慌什么？就算到了海底龙宫，末将也守着你。所以历史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恐怕韩灵儿死在朱元璋手里是很正常的。你看这个呢，跟张无忌呢要立张无忌为小明王，跟小说里写的是一模一样。就是这包括跟朱元璋，只不过小说里说朱元璋用阴谋诡计把张无忌挤兑走了，等历史可能发生的事是把小明王给杀了。就说你从这些事情来看呢，张无忌的原型应该是小明王韩灵儿。有人说张无忌有原型，说赵敏有没有原型呢？那金庸更写实了。说赵敏呢，蒙古的这个公主，他爸爸呢是汝阳王察罕帖木儿，他母亲汝阳王妃，他哥哥是当时蒙古一员猛将叫王保保，他自己呢叫做呢敏敏帖木儿，封为少敏郡主。你看这金庸写的非常写实。说你查查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呢？金庸做了改动，就历史上确实元朝有个叫察罕帖木儿的，但是这个察罕帖木儿呢不叫汝阳王，他是死了之后被追谥为颍川王。汝阳王是啥？是他爸爸，他爸爸叫汝阳王封号，他死了之后被封为颍川王。而且这个颍川王呢没有女儿，就是你按照察罕帖木儿这个字往下查，这名没有。那么再看王保保呢，这就能查上。这王保保呢是颍川王的外甥，就他姐姐的孩子，但颍川王膝下无儿，过继给颍川王，所以这王保保是颍川王的儿子，他过继过来的。这个王保保在那边呢有个妹妹，也没留下什么名，就叫王氏。这一查这个能合上，说这王氏说真像赵敏那样，能跟6大派高手都给灭了，手底下陆章克、贺比翁、什么苦头陀是那么多能人，阿大二、阿三，那倒不是，他不至于厉害到那程度。阿大、阿二、阿三，你们站出来！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但是这个王氏也是一肚子阴谋诡计的。结果大元灭了之后呢，这个轮到大明，朱元璋呢为了表示说是怀柔政策，天下已定了，咱不要杀那么多人了，说你是前朝的郡主，好，这王氏我给你招过来，干完了你跟我二儿子呀秦王朱爽你俩结婚，其实是为招安。那么这个王氏当时激烈反抗，最后小哥们另摸大腿，到底嫁给了秦王，就朱元璋的二儿子。但是他可没干好事，撺掇秦王干坏事，最后老天报应，死的也早。他死了之后呢，朱元璋给他二儿子一个谥号叫敏，那字怎么写的呢？这边一个人民的民，这边一个反而旁，这边一个心，啥意思呢？忧患忧愁，就这孩子让我上老火了。谁撺掇的呢？
这王氏他媳妇儿没干好事，拉倒吧，你给他殉葬吧，其实就活埋了，就下场很惨。所以这是历史上我们说跟赵敏呢稍微贴点边的。有人说你这么说原型是不是太牵强呢？咱下边说个不牵强。赵敏真实的原型是谁？是金庸的情人，也是他第2任老婆，叫朱梅。朱梅跟这个金庸他俩是怎么好上的？有一个关键节点，俩人有一次在电梯里边下来，电梯坏了，悬半空上，结果这俩人就在电梯里就感觉你看我，我看你，就来电了。就说男女之间什么时候容易产生感情，有2个可以让他们突然产生感情的条件，一个是恐惧，一个是孤独。电梯里头多恰当啊，电梯出事了，孤独不孤独就你俩，恐惧不恐惧这掉下去咋整？所以说这个金庸和这个朱梅俩人在电梯里头来电了。小说里头张无忌跟赵敏怎么来电的呢？张无忌那是第一次跟赵敏打交道，俩人这个赵敏呢派人设计在这个他们的饮食里头结合那把假倚天剑，香气混到一块儿，结果明教这个高手中毒了，张无忌得回来找他要解药，结果中了赵敏的计，一下俩人一起掉进了绿柳庄的地牢。其实张无忌自己掉，但他功夫太高了，临死抓垫背的一伸把这个赵敏给抓下来，俩人扑通都掉里，空间封闭，地牢里头孤独不孤独？他俩都孤独。说恐惧呢，张无忌害怕呀，他不是怕自个儿在这里关一会儿，我那些兄弟中毒身了就全死了，你赶紧把解药给我，着急还恐惧。赵敏恐不恐惧呢？本来他是运筹帷幄，可这时候张无忌武功那么高，他落他手了，能好吗？这时候俩人心里就发生变化了，孤独恐惧再加身体接触，那有好吗？这是俩人后来就好上。所以这个过程像极了金庸和朱梅两个人的交往。我说金庸为什么能把绿柳庄地牢这写的淋漓尽致？那是有亲身体会的，有体会的。所有人说这个是他的原型。刁蛮任性的赵敏竟然是金庸的真实情人，优柔寡断的无忌其实是死在朱元璋的手里。长寿神仙张三丰又留下哪些离奇传说？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金庸看历史之倚天屠龙奇人多。那这里边写真人呢，那同样用不着是找原型，他就是他。谁呢？最大的真人这里的张三丰。有人说张三丰有原型，武当派啊，祖师爷如何如何，历史上确实有张三丰这人。你看小说里头写张三丰什么，说他出身少林叫张君宝，那是虚构。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呢是辽东人，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母亲说呀，当家的我这半夜我做梦，梦中有个仙鹤飞到咱家来，他父亲说哪有这事儿啊？这时候也就是五更天，天刚亮，突然听着扑棱扑棱的声，他父亲放门出去看房顶，真有个仙鹤在那立着，扇三下翅膀飞了，说咱这孩子将来了不得。确实原来就管叫张君宝。后来呢，他长到5岁的时候，他父亲对他教育很好，让他背这背那，也不怎么，这孩子倒霉，俩眼睛看不见了，失明了。这时候有个老道叫张云安，云游天下呢，就到了他家这儿，说你这孩子眼睛要好啊，你得信我的，你让我把他带走，过7年我给你还回来。他家里一看，这孩子将来有大出息呢，这么也不行啊，死马当活马医，我认了，让张云安带走了。带走之后1年多眼睛就好了，剩下这时候张云安教的什么？各种道藏，道家的经典，儒家经典。所以张三丰打小呢是个饱学之士，而且修道这块他有天分。所以后来呢，这张三丰一天天大了以后呢，他是呢这个在宝鸡那儿旅游，一看着呢这3个山峰并列，非常漂亮，他心有所悟，他就给自己起了叫三丰。所以这是张三丰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修道者。后来他把这个道家的这些秘籍呢揉到一块儿，放了一个三丰派，在武当山结庐而居。一看武当山这地方好，我就在这修行。当然说他呢，太极拳什么都他创。你看这个《倚天屠龙记》里头写了，说他7大弟子：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凤熙、张翠山、尹丽萍、莫征允，武当7大。张翠山、张无忌他爸。说历史上确实他有这7个徒弟，那么其实武当七侠这7个弟子里，只有张松溪一个人是张三丰的亲徒弟。
这张宗羲后来呢，在这个上海、浙江一带有个武术门派，现在还有叫松溪派。松溪派的武功就是什么这个春秋刀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松溪式的这个武当拳法，还有一个武功是松溪派武功，名气非常大，九阴白虎斗。这个功夫确实有，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说他活多大岁数，那典籍里说啥都有，200多岁、300多岁、400多岁都有。但一个修道之人呢，得享高寿那是很正常的。但你要说活200、300，这小说也玄乎了。但小说里头写张三丰是活过100了，那么最后100岁寿诞催肝肠，他100岁生日的时候，张翠山跟殷素素回来了，还自杀了。五哥，这一块是金庸小说里跨度最大的，没写张三丰成长经历。张君宝在少林寺出来，自己师傅绝缘死了，在这听一耳朵听了九阳真经，然后的跨度就是花落花开，花开花落，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也终于见了白发。一段过渡，张三丰就90多岁了。就金庸书里没见过这么大跨度，一跨度80多年。天涯思君不可忘，第一回；第二回武当山顶松柏长；第三回宝刀百炼生玄光。第二回、第三回之间差80多年。我刚才背这段是第3回一开篇，一下就转到武当奇侠的事儿。所以这是金庸把张三丰啊等于当个符号嵌到里头，尤其后边写张三丰的太极拳，就讲张三丰创太极什么情况，怎么传给张无忌的。这些其实在武功里边都是比较写实的，它不是像那些玄玄乎乎的东西。所以这我们说张三丰。所以我说金庸小说啊，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把历史琢磨得很透。就是我让你拿着这故事往回套历史能套上，你搁历史回来比照我这故事，我也没有多大瑕疵。所以把这人物写的一真一幻，一真一假，让你读起来代入感极强。而且他不违背小说创作规律，这么纷繁芜杂的正史野史，完全为我的情节服务。我集中到几个传奇人物上制造戏剧冲突，我不是说泛的写，把他典型的特征拔出来就够了。所以金庸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这说明金庸对历史知识这种熟练掌握，是他武侠小说能够飞遍全世界的一双有力的翅膀。